我发现现在年轻人有2大终极痛点：一、时间永远不够用；二、躺床上总是睡不着。作为一个专治疑难杂症的科普区 UP， 我也想到了解决方案。原来睡8个小时的，现在压缩到2个小时，这样一来时间不就多了？而且睡2个小时肯定会困啊，那样是不是也更容易睡着了？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真佩服自己不要命的聪明才智。不过咱不是张嘴就来啊，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我还真查了一些资料，就想看看有没有人每天只睡2个小时。答案竟然是有。今天咱们就聊聊关于睡眠的几个问题，相信我一定能颠覆你的认知。一般我们认为人的睡眠模式只有一种，就是每天晚上睡6到8个小时，当然也有像青蛙公主谷爱凌一样睡10个小时的。其实人的睡眠模式一共有5种，咱们一个一个说。第一种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睡眠模式，白天活动，晚上睡觉，一天睡1次，睡眠时长占一整天的1/3左右，叫做单向睡眠。第二种是一天分成2个睡眠阶段，晚上睡4到6个小时，白天再睡20分钟到1个半小时，这个叫双向睡眠。其实在没有电灯之前，把睡眠分成2段的做法可能是西方的主流选择。荷马史诗《奥德赛》等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就提到过，比如男主角夜里醒了，然后给女神写个信继续睡。与之相对应的现在，很多人也有双向睡眠习惯，只不过是固定在中午和晚上这2个时间段。后面3种统称为多项睡眠模式，顾名思义就是一天睡很多次。多项睡眠在动物界很常见，超过86%的哺乳动物都表现出多项睡眠节律，这也被认为是哺乳动物祖先们的睡眠状态。可以想一下你家的小猫小狗是不是这样？说是这么说啊，但细分后的每一种多项睡眠模式，你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接着看，第3种是由一个晚间睡眠加2到4个日间睡眠组成。如果晚上睡4个半小时，白天就睡2次，每次20分钟；如果晚上睡3个小时，白天就睡3次，每次20分钟。还有的晚上只睡1个半小时，每天睡4次，同样每次20分钟。至于为什么每次都减少1个半小时，咱们之前提到过，这是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这种睡眠模式叫做 Everyman， 据说是大部分人能接受的意思。第4种睡眠基本上把白天黑夜的概念模糊了，就是每隔6个小时睡1次，每次30分钟，一天4次。你看这样的话，每天的睡眠时长就只有2个小时了。这种睡眠叫 Demaxian， 意思是最大限度的。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巴克敏斯特·福勒就是这种睡眠模式。他认为人类有一个能被快速补充的主要能量储备舱，只要你刚犯困的时候打个小盹，就能减少每天的睡眠时长。而且他从来不会感到疲惫，他的年轻学生也都跟不上他的节奏。最后一种 Uberman， 这个是从德语 Uberman 起来的，意思是超人，所以也可以叫做超人睡眠模式。这种睡眠模式是每隔4个小时睡1次，每次15到20分钟，一共6次，也就是一天只睡1个半到2个小时。这种超人睡眠模式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所以如果有谁做到了，真的可以被称为超人了。我们熟知的一位大神，擅长绘画、雕刻、发明、建筑、音乐，通晓数学、生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有小伙伴应该猜到了，他就是博学者天花板达芬奇。现在想想，难怪人家在各个领域都有极高的成就。咱们之前提到过，一个完整的睡眠需要4到5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90分钟左右。这么说的话，多项睡眠显然满足不了。你像我一天睡8个小时还犯困，他们是怎么做到只睡2个小时还满血复活的？其实每个睡眠周期又可以分为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2个阶段交替进行。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你的眼球会不由自主地转动，我们做梦也是在这个期间，所以有时候一晚上能做好几个梦。更重要的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的身体会完全放松，进行深度修复。大脑也主要在这个阶段对白天获取的信息进行整理，形成记忆。也就是说，快速眼动睡眠是最核心的深度睡眠阶段，它在一个睡眠周期中所占的时间是20到30分钟。这也是为什么 Demaxian 和 Uberman 每次的睡眠时间都控制在20到30分钟。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很多人来说，20分钟可能还在床上数羊，他们是怎么跳过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直接深度睡眠的？有个意大利人叫劳迪奥斯坦皮，起初是一个狂热的长距离单人帆船爱好者。这种运动赛程多变，赛时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运动员需要挑战人体极限，睡个安稳觉肯定是不可能的。也是这个原因，他开始研究多项睡眠。在历时49天的多项睡眠实验中，他让艺术家弗朗西斯科·约斯特每隔3个小时睡30分钟，也就是一天睡4个小时左右。刚开始肯定是不适应，几天之后，约斯特的状态趋于稳定，并且每次小睡几乎是立即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斯坦比认为，正是由于约斯特的多项睡眠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睡眠剥夺，而睡眠时长的压缩也使得他的身体被迫去提高睡眠效率，才能快速进入 REM 周期。不过只用个例来解释现象，好像并不能令人信服。很多专家觉得这种多项睡眠并没有科学依据和普适性，
而且斯坦皮也在实验中发现，无论怎样的多项睡眠策略，都无法让人达到和正常睡眠一样的精神状态和认知表现。所以他更倾向于，如果你的工作生活没办法保证完整的睡眠，可以把多项睡眠当作弥补认知功能下降的一种手段，至少两害相权取其轻。睡眠模式还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喝咖啡睡不着，有的人就完全不会，所以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尝试，但如果一直没办法适应，还是不要勉强。与其一整天浑浑噩噩，真不如解决躺床上睡不着的问题。睡得好能提高白天的效率，跟增加时长的结果也差不多。首先必须要提醒大家一点，睡不着千万不要硬睡，你越想睡着你就越睡不着。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这国宝级的黑眼圈就是答案。另外也不要寄希望于喝点酒吃点褪黑素，它们只会让你的睡眠陷入恶性循环。下面我们来看看著名的海军2分钟入睡法。我们都知道，军人在战场上要时刻保持警惕，万一睡得太香，敌军很可能在梦里就把你送走了。而且由于作战压力太大，很多人特别是飞行员都存在应激反应，睡不好状态就不好，有时候一个小失误可能就机毁人亡了。所以当时的美国海军少尉巴德温特就研究了一套帮助飞行员减压快速入睡的方法。后来他把这个方法记录在 Relax and Win 这本书里。据说经过6周的训练，96%的飞行员可以在2分钟内入睡，甚至包括相声不断的情况。第一步是放松面部肌肉，躺下来闭上眼睛，额头、眉毛、鼻子、嘴巴、下巴全都放松，让脑袋沉沉地陷在枕头里。放松的时候伴随着缓慢的深呼吸，感受空气在鼻腔或者嘴巴里流进流出，后面几步也要保持深呼吸。第二步，从上到下放松脖子、肩膀、手臂，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如果没办法完全放松，就先绷紧肌肉3秒钟，然后再放松。第三步就到了下半身，从大腿到脚趾，同样也可以先绷紧3秒再放松，整个身体的状态就像是一个大果冻，一碰会左右晃动那种感觉。最后一步让思想放空，大脑里可能会浮现白天的一些事情，糟心的、开心的都不用管，就任它在脑海里飘过，不要试图去抓住它，一旦抓住了，你又开始胡思乱想了。如果没办法停止混乱的思绪，你可以想象自己躺在一个平静湖面上的小船里，仰望着蓝天白云，专注这个画面10秒钟，效果立竿见影。听上去步骤很多，其实就是从头到脚依次放松，伴随着深呼吸和大脑放空。1-2天可能效果不明显，但坚持下来，你就能练出倒头就睡的技能。要知道，飞行员练习这套方法是坐在椅子上的，比咱们躺床上要难多了。如果想要更快的达到这个效果，我们还能加上一些辅助技巧，绝对事半功倍。1. 困意来了马上睡觉，千万不要硬撑，这是绝佳的机会。一旦你撑过了这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又不困了，再去睡就没那么容易睡着了。2. 作息规律，固定睡觉和起床时间，你的昼夜节律身体一清二楚，所以要顺着它，不能打乱。3. 灯光调暗，室温调整在20度左右，睡着的时候人的体温会降低，你先调整好就能欺骗大脑，让它误以为你正在睡觉，分泌相关激素。也可以睡前90分钟洗个热水澡，这样体温下降的更明显。4. 睡前一定要远离手机、电脑、咖啡，如果看书能让你犯困，倒是可以看会儿书。5. 长按点赞，一键3连。这条是我瞎编的。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点开这个视频，你是不是也在怀疑自己是讨好型人格？作为一个严重讨好型 UP， 久病成医，我总结了6个典型表现，大家可以对号入座。1. 隐藏想法，迎合他人。讨好型的人担心说出自己的想法会被否定、被孤立，甚至被攻击，所以很少发表不同的看法。即便别人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会把我都行、没意见、你说的对挂在嘴边，来迎合他人，别人开心就好，自己习惯就好。2. 毫无底线，不会拒绝。普通人拒绝别人都是理直气壮，讨好型的人在说出不字之前会经历一番激烈的斗争。他会不会生气啊？要不还是答应了吧。编辑了一大段的拒绝理由，最后还是删掉改成好的。即便破天荒的拒绝了一次，心里也是满满的负罪感，感觉对不起他，下次见面都不好意思。3. 出现分歧主动道歉。讨好型的人非常害怕出现冲突，不管是谁的问题，他们都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所以道歉就是他们处理分歧的主要手段。跟自己的委屈比起来，他们更关心的是冲突赶紧平息。4. 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同事态度有些冷淡，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然后努力回想是什么地方做错了。给朋友发一条信息，对方很久没有回复，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开始猜测、担心、纠结，然后想办法解释。5. 害怕麻烦别人。别人找自己帮忙基本是来者不拒，自己找别人帮忙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别人帮了自己，那简直是受宠若惊，感觉自己欠了一个大人情，想要赶紧还给人家。6. 默默承受精神内耗。想拒绝但不会拒绝，想表达但不敢表达，想坚持但总是妥协。
内心跟行为的巨大落差，让他们产生严重的精神内耗。但是他们不会让你发现自己内心的波澜，而是选择伪装自己，默默承受。这是普通人的表情和情绪，这是讨好型人格的表情和情绪。上面这些如果有2条以上，你都觉得是在说自己，那你跟我一样也是讨好型人格。如果讨好型人格让你更有人缘，朋友更多，倒也无可非议。但是心理学研究发现，讨好型人格在人际关系中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受欢迎，反而是我行我素、敢于做自己的人更受欢迎。另外，讨好型的人在人际关系中一边压抑自己维护和谐的关系，一边竭力伪装让自己看起来正常，所以社交对他们来说真的是高强度的苦力活。时间一长，他们会逃避社交，变得内向、自卑，甚至抑郁。那讨好型人格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第一个原因可能来自于家庭，有2种类型的父母很容易培养出讨好型的孩子。第一种，父母本身就是讨好型人格，低自尊、低价值感，他们通过言传身教告诉自己的孩子，用这种方式可以保护自己，避免伤害。别人抢你的玩具，父母会说给他玩会儿怎么了？别人欺负你了，父母会说你离他远点，他怎么不欺负别人啊？父母一味的让你委屈自己，牺牲自己，来满足别人，照顾别人的脸色。长大后，你就会不由自主的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容易讨好别人。另外一种父母控制欲很强，就是什么事儿你都得听他们的，不能有自己的想法，让你听话你就得听话，让你考100分你就得考100分，不然可能会罚你、骂你，甚至打你。讨好型人格这本书把它称为有条件的爱，你如果想得到他们的爱，就得按照他们说的做，做不好就不爱你。久而久之，孩子没有了自己的想法，也不敢发表意见，变成了父母的傀儡。而且在社会中，有条件的爱更普遍，没人会无缘无故的喜欢你。讨好型的人就照搬小时候的思维定式，贬低自己，讨好别人，以此来获得别人的认同。第二个原因是自我认知失调。自我认知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就是对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我们意识的形成是我们对外界刺激经过记忆和思想的加工，产生一系列比如我是谁、我的价值、我的需要等等这些反应。自我认知不足的人会习惯性的把大部分精力都投注在他人的身上，希望通过满足和讨好来获得他人的认可，以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他们错误地认为个体的价值需要通过被他人需求来实现，没有意识到每个个体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意义。就像上面提到的，拒绝别人就会觉得自己欠别人的，觉得自己很没用。再比如别人说我笨，我不是上去反驳，而是真觉得自己笨。自我认知失调的人往往有这2个特点，一个是否定式的惯性思维，总觉得我不会，我不行，我不知道，我没办法，非常自卑。另外一个是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因为他们很在意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再加上自卑情节的影响，所以对负面评价很敏感。别人看你一眼，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穿得太奇怪，是不是脸上有东西。很多人说讨好型人格是因为内向自卑，因为缺乏爱，因为取悦症，其实这些都是上面2个原因的体现。最后咱们再聊聊如何摆脱讨好型人格。首先可以明确一点，讨好型人格在一些情况下确实对我们有用，它帮我们抵御了不被接纳的恐惧，让我们有安全感，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防御机制。所以不要觉得这是一种难以启齿的心理疾病，更不要因此背上沉重的负担，用一种缓和的方式接受它，然后发现讨好背后的恐惧，就能走出恐惧。第一步，改变思维定式。在你犹豫是同意还是拒绝的时候，大脑里一定有2个小人在吵架。固有的思维定式总是让你放大同意的声音，忽略拒绝的声音。你需要跳出来打破这个逻辑，比如都是我的错，跳出来，有这个想法才是你唯一的错。比如我做不好，跳出来，你试了吗？没试怎么知道自己做不好？即便试了做不好，那也是成长的机会。比如讨好才能让他接受我，跳出来，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再比如我不好意思拒绝，跳出来，他都好意思麻烦你，你有什么不好意思拒绝的？把那些老好人的思维都找出来，用逆向思维一个个怼一遍，现在心里爽一下，然后理性分析别人认同你、尊重你的本质原因是什么。你又不是钱，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所以让自己满意就可以了。别人生气跟你没关系，你不用为别人的问题负责。有了这些质疑，思维定式才有改变的可能性，从不敢不会到小心翼翼，再到理直气壮，慢慢的你会发现这种改变真的很棒。第二步，给自己缓冲的时间。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发现，只需要推迟0.1秒的时间再做决策，大脑就会屏蔽干扰，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当别人提出要求的时候，先不着急答应，给自己一点缓冲的时间，这也是跳出思维定式的一个方法。告诉他们你现在很忙，考虑一下再回复，然后利用缓冲时间思考，你真的想做吗？有能力有时间做吗？思考完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答应。另外可以设定一个不讨好时间，比如在1周找1天，或者每周找几个小时。这段时间，凡是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大胆的拒绝，凡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你就看看这段时间别人有什么变化，能把你怎么样。我就在用这个方法，这段时间里自己开心最重要。而且我发现别人并没有疏远我、讨厌我。如果真的有人给我脸色，那这个人就更不值得我们去讨好了。
第3步，给自己无条件的爱。这个世界上能无条件爱你的只有自己，所以不要对自己这么刻薄。你可以跟自己积极的对话，做自己的朋友。这里有几个小技巧。第一个，用镜子给自己心理暗示，每次照镜子的时候可以自恋一下，微笑，深呼吸，告诉自己我能行，我是最棒的。第二个是《讨好型人格》这本书提到的慈心冥想，就是在正念冥想的基础上，想象一个象征着爱的人，比如非常疼爱你的长辈，实在想不出就想耶稣、特蕾莎修女也行，想象他们在对你笑，与你同在，然后把注意转向自己，感受自己的心理变化，可能是温暖，可能是喜悦，沉浸在这个想象中，每次15分钟，坚持一段时间，你会爱自己胜过一切。第3个是自我对话，原来脑子里总有一个贬低你的人，现在想象成他是一个舔狗，崇拜你，夸你，时间一长，自我价值感就会提升。还有个是情绪上头就释放出来，不开心就是不开心，千万不要克制自己，容易憋出病。第4步，跟不用讨好的人在一起。不可否认有些人就是没有边界感，就是喜欢索取和消耗别人。这个忙你一定得帮我就用一下，你怎么这么小气？这点钱都不借，太让我失望了。经常跟这些人在一起，你的底线会一次次破防，而他们会一次次得寸进尺。你以为你的好可以让他们有所收敛，他们以为你默许了他们的伤害。美国治疗师凯莎·布鲁登指出，当你开始划分边界，拒绝对方不合理的需求，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对你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可能感到失控，被威胁，然后指责你，离开你。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些需要你不断讨好才能维系的关系，本身就不应该追求。被讨厌的人讨厌，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儿。远离那些不停消耗你的人，跟不用讨好的人在一起，做比讨好更重要的事儿。建立明确的社交边界，才能给你真正的安全感。通过上面4个步骤，你一定可以摆脱讨好型人格，培养被讨厌的勇气。那样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自己并没有被讨厌，反而是更受欢迎。你能坚持3个月不花钱吗？你能丢掉家里90%的东西吗？你能在垃圾桶里翻找食材吗？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别着急。今天咱们聊3种深受欢迎的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体验到人生的自由和意义。这个女孩叫丁红，她在27岁的时候患上严重的抑郁症，然后跟交往了6年的男友分手，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随后的2年中，她深陷抑郁和自杀情节中无法自拔，甚至决定用死亡来结束这一切。在离开之前，她还有一种眷恋，那就是把一直没机会做但想做的事情做一遍。于是她扔掉所有的家当，背上背包去国外旅行。说是旅行啊，其实用流浪这个词更合适，因为她没有钱租房或是住酒店，只能一边旅行一边打工，住在公司，吃别人的剩饭，去健身房洗澡。最大的开支也就是飞往各地游历。虽然6年内她到过意大利、法国、尼泊尔、马来西亚等数十个国家，但她每个月的花费还不到500块。流浪期间，她也遇到过一些跟自己生活方式类似的人。随着旅行的时间越来越长，她也越来越觉得没有一屋子东西的束缚和羁绊，人生的自由竟然可以达到如此空前的境界。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奉行不消费主义，接收朋友不穿的旧衣服，寻找大自然的馈赠，采蘑菇、挖野菜，她都干过，甚至有时候还去农场翻垃圾箱，而且每次都满载而归。这样让她省下很多时间用来学习和创作个人作品上，钱攒够了就继续到各地旅行。她爬过珠峰大本营，潜过海底40米，花了100天时间走过东南亚5国。这段经历让一个生无可恋的女孩重新找到了生命的真意，戒掉了对金钱的欲望，摆脱了对物质的执着，反而让她变得更快乐和自由。不消费主义最早源于欧美。2008年，咱们都知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人失业、破产、无家可归，一部分人就开始在泡沫破灭后，提倡回归人性的基本消费需求和极简的生活方式，与非理性的消费主义对抗。接着，越来越多的不消费主义者自愿翻找餐厅或者超市门口的垃圾桶，分享物资，试图通过不花钱、不购物的方式来证明他们依靠社会生产的过剩物资也可以生活下去。也是这个原因，不消费主义者往往也奉行环保主义。所以哪天你在超市外看到有人在翻垃圾桶，千万不要以为他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没准他是受过高等教育，拿出名片能让你敬畏3分的青年才俊。对于不消费主义的定义，一般是拾荒、不购物、不工作，住在废弃的空房子里。从字面上看会让很多人接受不了，毕竟在正常人眼里这是不正常的。其实很多不消费主义者并不是完全不花钱，他们从自身的需求出发，非必须不消费，极力减少浪费。另外也不是不工作，而是不为追求高薪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和时间。2018年底，一条采访了几位零浪费生活者，其中90后女孩于媛和她的老公3个月仅产生2个小小玻璃罐的垃圾，引起了全网3500万的关注。之前于媛也是一个疯狂的消费者，15平米的出租屋里能塞上400-500件衣服。
来个人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有次他在网上看到美国一个4口之家1年只产生1个罐子的垃圾，令他非常震惊。他开始反思，并决定彻底改变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从那以后，他减少购买，自己做饭，买菜就用布袋代替塑料袋，甚至平时常用的牙膏、沐浴露都会自己制作，做出来的东西可以降解，不产生垃圾。比较头疼的厨余垃圾，于源会放到堆肥桶里，跟泥土、干树叶一起搅拌，经过2个月的自然分解变成肥料。于源提倡6R 原则，鼓励大家少买，从源头做到垃圾减量，而不仅仅依靠回收和重复使用。现在于源和老公住在北京2环胡同的一间 loft 里，虽然每层面积不足40平米，但依然显得空荡荡的。而且他们距离零消费目标更进一步，过去10个月产生的垃圾只有一个480毫升的玻璃罐。几年来他也受到过很多质疑，说他们拖 GDP 后腿，没有孩子才能这样。不过他都不在意，他说很正常，信息太多，人们太忙。其实一小部分人做的完美零浪费，我们更需要数百万人减少一点点浪费。前段时间北京大选，于源在街头摆出雪球阵，这个行为要追溯到1983年，美国艺术家大卫哈蒙斯在曼哈顿广场摆摊卖雪球，一排一排，价格是大小而定，竟然还卖光了。行为艺术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诠释，而放到现在就是对消费主义的讽刺。之前咱们提到过极简主义的作者乔舒亚的故事，他曾经掌管150多家店铺，拿着6位数的年薪，20多岁就买了名车豪宅。不过他并没有觉得快乐，一周工作70个小时，1年工作362天，每天都得靠服药才能睡着。后来母亲离世，妻子跟他离婚，他才意识到物质并没有带来幸福，而是让他失去了幸福。他扔掉家里90%的东西，只保留288件物品，过上了极简的生活。他说扔掉90%的东西，生活反而变得幸福起来。极简主义并不是单纯的扔东西不买东西，也不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他的理念是 less is more， less 是极简的手段， more 才是目的。意思是通过精简物质，把多余的时间、精力、金钱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比如健康的身体、亲密的关系、持续的自我成长。而且它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生活上的极简，还有欲望极简、精神极简、信息极简、工作极简，主动切断物欲，由外而内的让自己回归本真。就像书中说的那样，幸福源自内部，源自内心，源自充满意义的生活。乔舒亚和朋友瑞安也发明了一种方法，名字叫打包派对，可以让你快速上手，适应这种极简生活。过程很简单，就是像搬家一样，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封装到纸箱里，然后在接下来的21天把需要的东西拿出来。瑞安在第11天起就没有拿过任何东西，而在21天结束的时候，竟然80%的箱子都没有打开。这个方法的意义在于，当你愿意从层层堆叠的纸箱中翻出某个物品时，它对你的生活一定是有价值的。目前极简主义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生活方式，包括乔布斯、扎克伯格、宫崎骏、稻盛和夫都是他的践行者。在国内也有很多的追随者，比如豆瓣极简生活小组，目前已经36万组员。他们分享极简理念来帮助人们探寻生活本质，并不是因为没钱，因为抠门。很多组员都是高收入的精英阶层，但他们都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物欲横流的时代，精致主义和享乐主义被披上生活美学的外衣，行消费主义的事实，无处不在的借贷广告，不断提高的信用额度。你有钱，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让你买；你没钱，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借你钱。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还是同一拨人，你说算不算？不过很多90后和00后已经不吃那一套了，开始重新审视消费这一行为。消费日报发布的2021年5大消费热词分别是理性、攒钱、平替、国潮和断舍离。网上充斥着暴打消费主义、性价比为王的情绪，这些刚好也是大家的消费决策回归理性的表现。根据央视财经发布的《中国青年消费报告》显示，近60%年轻人表示只买生活必需品，40.2%的年轻人选择少买点，买好点。这些带来的改变可不仅仅是省钱，它会让你的心理和生活更轻松，不再通过攀比来获得被肯定的情感需求，不再通过买来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日本学者山西正和在《灵活的个人主义的诞生》中提到，消费就是将物品的消耗和再生作为表面的目的，而实际上追求的是充实的度过时间。当你可以不依靠消费就能充实的度过时间，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快乐。其实不管哪种生活方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不消费、零浪费、极简主义，它们都能让你脱离外界纷乱复杂的干扰，关注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让生活回归生活本身。如果你想要尝试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这里还有几点小建议。1. 戒掉不该有的欲望，不受外在影响，不盲目跟风，分清楚需要和欲望的区别，探寻自己的真实需求。2. 别理会别人的看法，你不为别人而活，所以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不然会把自己搞得很累。
3. 如何利用猫耳很重要。物质的删繁就简，你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这些如果浪费了，就跟初中背道而驰了。所以你得把它们用在更重要的地方，比如极简主义提到的健康、人际关系、热情、成长、奉献。4. 寻找自己的高级追求。追求的东西越来越少，会变得对什么都没有欲望。这个时候可以寻找一些高级追求，比如阅读、健身、学习、创作等等。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小伙伴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每到放假的时候，对自律都是一种残酷的考验。放假前你信誓旦旦地说要跟没放假一样保持自律，要利用假期弯道超车，节后要让大家对你刮目相看。结果一回家，还是抵挡不住各种诱惑，出于你而层林尽染，还得跟硫磺叔一样，因为你高估了自己的意志力，低估了环境的影响力和大脑的惯性。以我多年的假期自律崩坏症来看，你大概率会是这个样子。本来计划早起，但就像被床封印了一样，要不是憋不住尿才下床，都怀疑自己生活不能自理。本来减肥初见成效，但回到家，妈妈、奶奶、姥姥、二姑、三姨都嫌你瘦，再加上大鱼大肉不断撩拨，很快就放弃抵抗。本来养成了看书的习惯，但朋友一会儿一个电话，不是饭局就是开黑，带回来的书甚至都没拆封，一个个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假期结束又生无可恋，恨不得当场辞职，当场弃学。我真的没有监控你，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死样子。同管的小伙伴可以弹幕1，不要不承认啊。我们也能发现，有些人确实用这个时间弯道超车了，不对，弯道领先更多了。他们怎么就能偷偷上进呢？家里也没图书馆、自习室啊，难道是偷偷没回家？今天我们就解开这个谜题，看看那些自律大神是怎么以不动应乱动，始终保持自律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假期为什么没法保持自律了。第一个原因，你没有一个重要而又可以炼化的目标了。在学校早上5点就爬起来，可能是因为不想挂科或者要考研。上班也是一样，熬夜改方案，可能是为了升职考核或者年底奖金。掌控习惯一书中提到，要让自律形成习惯，必须要有奖励。这些目标要是达成了，咱们做梦都能笑醒，对吧？放假就不一样了。虽然我说要弯道超车，要让别人刮目相看，但是超谁的车，让谁看我什么，这些都不好量化，也无关痛痒。说白了就是自己意淫，对行动没有多大的刺激和引导作用。第二个原因是环境变了，你可不要小看环境的作用。可以想一下，如果你要减肥，是不是要把家里所有的零食都藏起来，打造一个无诱惑的环境，不用每次看到都挣扎一番？做选择是非常消耗意志力的。另外，大脑有个特点，就是会把两样东西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快速反应机制。比如你长时间在凌乱的办公桌上工作，大脑就会把办公桌的状态跟工作状态联系起来，让你更容易进入状态。再比如学习，你经常去图书馆、自习室，大脑也会在这些场合让你学得更高效。反过来，回家在沙发上、床上，这哪是学习的地方，只会让你睡得更香。每次切换场景，大脑都会重新适应一番。第三个原因是大脑更容易疲惫，好像有点奇怪，明明是放假休息，怎么大脑还更疲惫了呢？其实大脑有个部分叫预设模式网络，简称 DMN， 在我们专注做事的时候它休眠，在注意力分散的时候，这家伙反而比较活跃。它的作用就是胡思乱想，让你走神儿。咱们都知道，大脑重量只占身体的2%，耗能却达到20%，可以说是身体的油老虎。而大脑的油老虎就是这个 DMN， 它的耗能占到大脑总耗能的60%到80%。所以放假你发呆刷手机，大脑也会觉得疲惫，一累你就想放松，一放松就是发呆刷手机，无疑进入了恶性循环。在这3个原因的影响下，大部分人第1天就缴械投降了，然后安慰自己明天吧。假期过了一半，你开始后悔自责，再加上完美主义作祟，计划已经完不成了，既然烂掉了，那就摆烂吧。然后又安慰自己下次一定，下次还有下下次呢，对吧？所以你得这次一定，没有后路，要么干，要么完蛋。这里给大家分享几个方法，让你在假期里也能自律上瘾。首先，你得给自己一个学习的环境，让大脑能够与学习状态联系起来。有些小伙伴选择在沙发上、床上看书，喝着咖啡，听着小曲儿，这能叫学习吗？养老也不过如此吧。因为这种情况，你的大脑就习惯性的保持放松状态，没办法很好的专注，效率自然也比较低。2小时就看了3页书，而且还记不住。所以在沙发上、床上就好好休息，然后找一个地方，比如你的书桌或者阳台，这个地方就是学习区。你甚至可以把房间分成几个功能区域，我就是这么干的。餐桌就是吃饭，沙发就是看电视、刷手机，书桌就是学习。一个区域只干一件事儿，需要切换就换个地方。一旦区域划分了，大脑就会把场景跟功能联系起来，更容易进入状态。这里还有个小建议，如果你经常跟某个同学一起去图书馆，回家也可以视频连线，每天约定个时间，不仅能互相监督，遇到问题还能讨论一下。另外，如果你在学校看书的时候，习惯把一些东西放在旁边，比如水杯或者便签，
可以把它们带回家，这些东西也能跟学习联系起来。环境有了，干扰也得注意，手机、平板通通静音或者关机。如果控制不了，就干脆上交，没准你爸妈先对你刮目相看，咱也做一回别人家的孩子。第二步是找到舒适的节奏。在学校，大家都有自己的学习计划，比如下午下课去图书馆，晚上洗漱完看2个小时书。时间一长，你不用再每天看待办清单，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儿，因为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节奏。这个节奏并不是你可以去记的，而是自律与日常习惯绑定在一起了。下课触发了去图书馆的习惯，洗漱触发了晚上看书的习惯，回到家也得这么干。你可以先定一个简单的计划，把自律与日常活动绑定在一起，比如一起床就去跑步，一吃完饭就去看书，这样用不了2天就形成了新的节奏。不要小看这个方法，它可是形成习惯的4大要素之一，通过提示让习惯显而易见。第3步是换一种学习方法，就是不要把在学校里那套学习方法搬回家。在学校，大脑的自控系统可以战胜冲动系统，但回到家，种种条件都偏爱冲动系统，就让它膨胀起来了。所以很多小伙伴在家就是看不进去教材，这个时候就别硬来了，用一种缓和的方法与它共处。比如在学校学英语，你看的是教材，回到家可以看英文原版书或者无字幕的英美剧，既满足了放假的轻松，又达到高效的目的。第4步，不要苛责，大方的给自己奖励，不要想办法惩罚自己。放假这个事实你骗不了自己的，而且越是压抑，抵触情绪就越大。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爱吃糖的小孩，大家都在玩，偏偏你在学，这么乖的孩子上哪儿去找，对吧？奖励再多的糖也不为过啊。你可以自己夸自己，甚至可以膨胀一点，看看谁能像我这样努力。学霸也不过如此吧。找个伴互相鼓励的话，效果会更好。除了口头奖励，还能用物质奖励。看了一上午书，你可以下去买个甜点，这个奖励最好可以量化，而且最好比在学校的时候大一些，毕竟放假了嘛。最后一步，现在就干。再完善的计划都不如马上行动。咱们之前经常提到微习惯和1分钟行动法，就是不要被复杂的计划吓到。你完全可以不用计划，就从1分钟内可以完成的动作开始。你可以用1分钟关掉手机翻开书，可以用1分钟穿好跑鞋走下楼。人们都有保持当前状态的倾向，接下来该干嘛就像惯性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你总不能再合上书打开手机，或者走上楼换拖鞋了。这种小到完全没有压力的启动动作，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助推效果。所以现在1分钟内关掉视频，找个学习区翻开你的书吧。当然你可以留1秒钟时间，来个1键3连，这个就不要下次一定了。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关注，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下期视频不见不散。